为家里的独生女，我天生性格强势。小时候看我可爱，就开口让我给他儿子当老婆的邻居大妈，被我一口咬出个牙印。上学时候，坐在后面故意拉我肩带的男同学，被我反手一巴掌呼在脸上。从那以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周强不好惹。上大学后，我和同学温清在一起了，他性格温柔，会包容我的所有小脾气，所以大学一毕业，我就带他去见家长。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邻居王大妈正在和我妈唠嗑，估计是记恨我小时候咬她，还看我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强强回来了，这么久没见，我怎么看你变胖了？我语气平淡，彼此，我看你也变老了不少。王大妈脸上笑容一僵，强颜欢笑道：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说一句你能顶10句，那你少说一句，我也省了10句。要不说还是上大学有用呢，都能给我老婆子顶嘴了。知道有用就去报个老年大学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知不知道？正好你儿子没考上大学，你这个当妈的给他做个榜样。王大妈火冒三丈，却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气冲冲的走了。我妈赶紧招呼我和温清坐下。强强，这位是？妈，这是我男朋友温清，我特地带他来见你。温清把买来的礼物放在桌子上，对我妈鞠了一躬。阿姨好，我是温清。好。温清在我家吃了午饭就走了，我妈找我聊天。强强，你这个男朋友看着性格有点软啊。我这么强势，当然要找个互补的。好，都随你，反正不管你做什么，爸爸妈妈都在你身后。从小到大，爸妈都始终包容我的一切，疼我爱我，我靠在妈妈怀里。谢谢妈妈。对了，你找时间也去温清家看看，看看他家里人怎么样。我点点头，可没想到我提出见他父母的时候，温清居然犹豫了。怎么？难道我在你爸妈面前这么拿不出手？温清急忙否认。怎么可能？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孩，只是我爸妈他们，我怕你不习惯。我怎么会不习惯？说好了，这周末我去见你爸妈。很快就到了周末，我带着给温清家人买的礼物来到了温家。温清家庭关系简单，除了父母就只有一个妹妹。一进门，我就感觉到温家干净的不像话，简直就是一尘不染。温父温母还有妹妹温柔在门口站成一排，隆重倒像是接待领导。这就是强强吧？温清经常跟我们提起你，今天一见果然漂亮。叔叔阿姨，这是我给你们买的礼物。来都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强强姐，快坐下吧。只一个照面，我就看出温家人都很和善，不知道温清为什么一直拦着不让我见。可很快我就知道了，我们正坐着聊天，大门突然被打开，一个穿金戴银的女人直接走了进来。温家人脸色瞬间难看，惊恐的看着来人，我眯起眼睛，来者不善。女人毫不客气的坐下，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眼神像是在挑猪肉，片刻后嫌弃道：大哥大嫂，温清带女朋友回来，你们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好让我把关咱们老温家的门，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都能进的。他一句话就给我盖章成乱七八糟的女人，温家人脸色都不太好看。温清捏紧拳头，强撑着满头冷汗回答：大姑，这位是我女朋友周强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。温父温母连忙附和：对呀，强强很好的，我们都很满意。本以为温家人话都说到这里了，这位大姑总该消停，可没想到她直接冷笑。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挑媳妇就像挑西瓜，可得擦亮眼。她嫌弃的瞥了我一眼。再说一个女孩子家叫什么强强，女孩太强势不好，娶回家打婆婆，而且看她细胳膊细腿的，一看就不好生养，哪像我们家燕燕呀。我差点气笑了，一个大姑还跑到温家鸠占鹊巢摆架子来了。没等我说话，温小妹颤着身体哆哆嗦嗦道：你外甥女燕燕是个只有3岁认知的智障，跟我未来嫂子才比不了。我微微挑眉，没想到胆小的温小妹还能说出这种话。不过她激怒了温大姑，温大姑眼一瞪站起来就要打温小妹。你个死丫头说什么？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我是你亲大姑，看我今天不给你点教训。温小妹吓得捂住脸，动作熟练，显然不是第一次挨打，终于到我这个嫂子出手了。我站起来，一把抓住温大姑的手，把人推开，还难以置信的看着我。你简直翻了天了，还没嫁进我们温家呢，就敢打长辈。温父和温母对视一眼，温母犹豫着上前劝我：强强啊，算了吧。我总算知道温清的性格为什么这么软了，原来一家人都是软柿子。我动之以理，阿姨，就是因为你们做人太善良，才会被找上门欺负。别管，交给我。温家人退至我身后，温大姑红着眼瞪我，活像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别想进我们温家门。你们温家？这是谁的家？我回头问，温家人异口同声：我们的。强强，你就当自己家，不要客气。你阿姨说的对。我满意的笑了，看来温家人还有的救。我看向不甘心的温大姑，听到没有？吃饱撑的就去找个班上，别天天在别人家指手画脚。温大姑气得捂着胸口大喘气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我看您还是赶紧走吧，省得在这招人嫌。温大姑不甘的指着我道：
你给我等着。说完他就要走，却被我叫住，慢着。他得意的回过头，现在知道怕了，你要好好道歉。现在知道怕了，你要好好道歉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上前一把拽回他手里的钥匙，拿来吧你。你干什么？不敲门随便进别人家可不是什么好习惯，毕竟家里要是少了什么东西就说不清了，所以这钥匙您还是物归原主，我可还记着呢。刚才他不敲门就直接进来，真当是自己家了。咱们走着瞧。门被猛地拴上，屋内安静片刻，随即响起激烈的掌声。温家人崇拜地看着我，温小妹高兴地抱住我的手臂。强强姐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宣布你就是我的偶像。他当初非从我们家要走钥匙，说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些年他趁家里没人，时不时来打秋风，我们又不好意思要回来。强强，多亏有你。温清笑着看向我，辛苦你了，强强。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，可我没想到那些奇葩亲戚还能作妖。3天后，温家为了感谢我，特意在周末订了饭店包厢，说要正式欢迎我加入这个家。温小妹悄悄告诉我，这是他们家10年来第一次下馆子，果然是一家社恐。巨福楼饭店包厢内，我被强烈要求坐在主位。温父举起果汁正要说话，包厢门被砰一声推开，温大姑尖锐刺耳的声音传进来：“哎呦，吃这么好呢？大哥大嫂请客吃饭也不叫上自家人。”他身后还跟着3个人，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，眼神精明的中年男人，一个染着黄毛，嚼着口香糖的年轻男人，还有一个眼神呆滞，被温大姑紧紧拽着的姑娘。温母脸色发白，温父手里的杯子微微发抖，显然是怕了这几个人。温清小声对我说：“强强，那是小舅和表哥。”温小舅假笑道：“姐夫，听说小青带女朋友回来了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们当长辈的不得帮着把把关。”一行人不请自来，温表哥更是直接伸手抓了只烤鸭嘴啃起来。饿死我了，这家店挺贵的，你们发财了。温大姑见状，像是生怕抢慢了没得吃，对着满桌的菜大快朵颐起来。温家人敢怒不敢言，我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，抬手叫服务员。服务员，麻烦再拿4把椅子放门口那儿。温大姑眼睛一瞪，你什么意思？主桌坐的是家人和客人，您几位不请自来，算是哪一类？温小舅眯起眼睛，估计是从温大姑嘴里听说了我的事迹。这位就是周小姐吧？年轻人火气别太大，我们可是温清的亲姑姑、亲舅舅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他说着，目光却看向温父。姐夫，其实今天来是有件正经事，小青他表哥谈了个女朋友，人家要求必须有套房才结婚，你看。话没说完，温表哥插嘴道：“姨父，我要市中心那套新楼盘，3室2厅的，首付大概80万。姐夫，你们是长辈，帮衬是应该的。听说你们还有点存款。”温父嘴唇哆嗦，温母眼里泛起泪光。我们的钱是留着给小柔上大学，还有小青结婚用的。温大姑猛地一拍桌子，厚颜无耻道：“大哥，你外甥的终身大事不比那些重要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早点嫁人得了。”说着，他突然把燕燕往前一推。说到嫁人，我今天把燕燕带来就是要个说法。温清小时候和燕燕玩过家家，说过要娶她，你们可不能赖账。燕燕痴痴地看着温清，流着口水笑。温清脸色煞白。大姑，那是我6岁时说的话，而且燕燕她……温大姑蛮不讲理。她怎么了？我们燕燕可是个清清白白的姑娘，不比这个没女人样的泼妇强。温小舅跟着帮腔。就是周小姐，你一来就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要不这样，你既然这么厉害，不如你帮温清把80万出了，也算你的诚意。全桌寂静，温家人又惊又怒，却气得说不出话。我缓缓站起来，忽然笑了。说完了，对付这样的奇葩无赖，我有的是手段。我走到包厢门口，把门完全打开，对着走廊提高音量，大家都来听听。这儿有2位奇葩，一位要姐姐卖女儿，卖儿子给自己儿子买婚房，另一位拿着6岁的玩笑话逼侄子娶她只有3岁之离的外甥女。走廊几桌客人好奇地看过来，指指点点。温小舅和温大姑瞬间慌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家丑不可外扬，快关上门！原来你们也知道这是丑事啊！温小舅噎了下，对付这种臭不要脸的，就是要把事情闹大。温小舅气得赶紧上前想关上门，却被我拦住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小舅，我记得您上个月因为赌博欠债被单位警告处分，档案里还记着一笔呢。您那正经事就是借钱去填赌债吧？温小舅脸色瞬间刷白，抖着身子问：你怎么知道？这相当于承认了，这下不止温家人，围观群众都鄙夷地看着他。巧了，那单位领导是我爸同学。至于大姑吗？温大姑吓得后退2步，表情不自然。我可没欠债。你是没欠债，但您脖子上这根新金链子是从温家偷拿温阿姨的旧首饰绒的吧？发票还在阿姨抽屉里呢，要不要现在报警？咱们去金店对一对编号。温大姑下意识捂住脖子。你血口喷人。还有，你上次借走温叔叔的退休工资卡取走了2万3，说3天还，这都3个月了，你是忘了？
还是觉得软柿子好捏？围观群众一听，瞬间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真不要脸啊！一家子吸血鬼，我要是有这亲戚，早断绝关系了。这姑娘厉害，句句在理。温大姑和温小舅被说得抬不起头，温家人呆呆地看着我，眼里渐渐有了光。温父突然站起来，挺直了背。老二、小妹，今天我把话放在这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家不欠你们的。再上门骚扰，我就报警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虽然语气颤抖，但至少迈出第一步了。温母也擦擦眼泪，声音发抖。对，这些年我们受够了。差点被迫退学嫁人的温小妹更是生气，红着脸大声道：“请你们离开，我们要和家人吃饭。”对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温大姑和温小舅面红耳赤，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，拽着燕燕和温表哥就要离开。还没理清发生什么的温表哥当然不愿意走，他只知道自己买房子的钱要没了，于是甩开温小舅的手，不依不饶。爸，我们不是来找姨父要钱给我买房子吗？钱还没要到，我才不走。他语气理所当然极了。爸，你不是说姨父家的钱都是我的吗？就温柔和温清两个废物，他们才守不住家产。温表哥这话一出，整个包厢连带着走廊都安静了。温家人气得浑身发抖，连围观群众都张大了嘴，这得是多厚的脸皮才能说出这种话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慢悠悠的鼓了鼓掌。精彩，真精彩！表哥，你这理直气壮啃老啊不啃姨父的精神，真是让我开了眼。温表哥仿佛没听出我在讽刺他，嚼着口香糖不以为意。我说的是事实，姨父家就表弟表妹俩，能成什么事？钱放他们手里就是浪费。我可是这个家族的嫡长孙，家产传给我天经地义。温清拳头捏得嘎吱响，温柔都快哭出来了。我却走到温表哥面前，上下打量他，眼神像在看什么珍稀废物。嫡长孙？哦，那你今年贵庚啊？27，干嘛？27了。工作几年了？年薪多少？自己存了多少钱准备娶媳妇啊？温表哥没想到我会问这么清楚，支支吾吾道：我还没找到合适的。我装作恍然大悟，哦，没找到合适的女朋友，先找到姨父家存款了是吧？你这算盘打的，我在月球都听见响儿了。围观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，表哥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你说我男朋友和他妹妹是废物，笑死！温清大学年年拿1等奖学金，毕业后好多大厂给他发 offer。温柔年纪前时品学兼优，你呢？高中都没上完，在家啃老至今，估计游戏段位就是你人生最高的成就了吧？温表哥被我背得说不出话，我转向温小舅，小舅，您这教育方式挺别致啊，养儿子跟养吞金兽似的，专吞别人家的金。温小舅被戳到痛处，敢怒不敢言，我却不理他，又看向还在猛吃烤鸭的燕燕，大姑，别光看着啊，给您外甥女挑的好女婿正在这儿呢。你们两家多有缘啊，都喜欢把别人家当自己的银行和食堂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让燕燕嫁给他，亲上加亲，正好连彩礼都省了，多完美！温大姑瞪大眼，气岔了气，猛捶着胸口。嗨，你胡说！燕燕呆呆的拍手。嫁人吃席，嘿嘿。温表哥跳脚。我才不要娶这个傻。温大姑一听也不乐意了。你凭什么嫌弃我家燕燕？俩奇葩亲戚自己先吵起来了，我趁机后退一步，抱起胳膊像个现场解说员，大家看看，这就叫内部消化，省得祸害外人。一个理直气壮啃姨父，一个拿着6岁玩笑逼婚智障外甥女，绝配。顾客们听了纷纷叫好。姑娘嘴皮子利索，脑子更利索。这家人祖上是土匪吧？专抢自己人。温父此刻终于彻底站了起来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虽然还有些颤，但异常清晰。你们都给我出去！我没你们这样的弟弟妹妹。再敢上门，别怪我，我们家强不客气。全场一愣，随即爆发出更响亮的笑声，连我都忍不住笑了。温父红着脸，但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温母挽住温父的胳膊，点头道：对，我们家的主，以后强来做，他说打哪儿，我们就打哪儿。温清走过来握住我的手，我女朋友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温柔举起果汁杯，壮胆大喊：为我未来嫂子干杯，打跑坏蛋！在众人哄笑、鄙夷的目光和温家前所未有的团结气势下，温大姑、温小舅和骂骂咧咧的温表哥，终于灰溜溜的拽着懵懂的燕燕，逃也似的挤出了包厢。饭店给我们重新换了桌菜，门关上，世界彻底清静了。好了，坏蛋打跑了，现在咱们能好好吃饭了吗？我快饿扁了。温清笑着说：都听你的，话事人。全家异口同声，点头如捣蒜。你说了算。我拿起果汁杯，示意大家举杯，那就干杯。干杯。第二天，我就带着温家人去了警局报警。这些年，温大姑和温小舅从温家拿走的东西都几十万，当然要追回来，两人当然拿不出来。看着他们被警察带走，锒铛入狱，温家人都感觉前所未有的畅快。强真是我们家的福星，以后咱们家大小事都由强说了算。没问题。我笑了起来，强势又怎么样？一把钥匙配一把锁，有的是我容身之处。